一会儿见到太傅，别哭，人死过小，就别记恨他了。然，哥，萧子期他不见了，快搜宫寻人！刚入宫的第1年，有一个人常常在这儿想。 像你和吴一在宫外都会做些什么呢？一开始我在想，你估计在家又把炼丹炉给炼坏了吧？而吴一可能去了北境，刀山剑海。可我想的时间越长，能想到你们的画面却越少。直到有一日。 我再也想不起你们。几年之后，我又在这里思考。我那时在想，如果当时你留在宫中的话，会想和你一同做些什么呢？我想了好久，好久，却没能想出一个你开心，我也开心的画面。 不过方才我明白了，你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我身边，就足够了。如今心愿已了，你我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。你很担心子期。 一个能把萧无意逼进绝境的齐王殿下，为何会担心一个无关紧要的孩子？你是不是有事在瞒着我？找到了！启禀殿下，冯公公找到萧公子了。收。你不怕我也跑了？要跑，肯定是找到萧子期再跑。走。 哎呦，小祖宗，哎，小祖宗，别闹了，来来，走吧走吧，别玩了。放开我！不要找我阿娘！你们骗人！外头根本没有瘟疫！姨母，救命！他们都是坏人！我姐被他们打了，阿娘也不见了，他们都是坏人！坏人！你这个大坏蛋，杀了祖父祖母，还要杀我世子爹爹！王安，将人带回东宫，再让他逃出去。 亲自领罚去。奴婢遵旨。哎，走了走了，走走，走了。哎，快走。按兵不动。阿大，你下次要是想让我别动，就比这个手势。哎，对。 萧无意没有死，他逃出城外了。阿茂，那封没来得及给我的信，是无意的吧？把它给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你对子期的态度，一个在法场上滥杀无辜的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孩子如此担心？除非这一切都是假的。 所以我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又从头想了一遍，再结合刚刚阿大给我比的手势，还有这些药材，便已经猜到9成。这些名贵药材都是治疗血瘀之症的。若你真想杀无疑，怎么会让人在此为他炼药？那剩下的1成呢？是诈你的。 你是怎么认得这些药材的？是我教世子妃的，是齐王殿下求来了神医，医治世子。
也早就知道了。那萧无疑他现在只要那一箭射在该射的位置，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至于血瘀，神医配了药丸，至少能保世子2月无虞。阿大带的人都可放心。给我吧。无期家语，见心安。我让一只一旦确定我被北境暗探抓走，就将全部真相告诉你，免你惊忧伤惧太久。但你恐怕已经哭过一场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然不安。瑶瑶，萧无疑此生未曾负过任何人，背负于你。也许这是一切安排好了所有，为了达成最终目的，可以牺牲任何，但唯一的例外是你。我怕告诉你便会失去独行的勇气，然江山之重在肩，无疑不敢牺牲。萧无疑，你是骗子，混蛋！馆长为什么不说？你们两个混蛋，究竟是什么时候商量好让他去送死的？还有那一剑，究竟是谁的主意？赵毅的那晚，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那一剑，是做给冯安看的。再见面，便不必留情。不要！杀！所以，你让阿大按兵不动，是因为除了健康宫外，那些早已被发现的北齐暗探，真正要防的是冯公公。不仅是防，更是利用。你们就是要借他的嘴，让鹰王相信，就算你知道案子有问题，你也一样要怀疑萧无疑，把萧无疑逼入绝路。至少有他。神医说的2个月是什么意思？他本就有血瘀，又中了一箭，一路颠簸到北京，不会有好日子的。可神医的药只能保他活2个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2个月之内他回不来呢？如果鹰王没有相信你们，没有按照你们挖的坑去跳呢？瑶瑶，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，我就是在想，该怎么给这个混账收拾。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萧无疑用斩断的雀骨令融化炼成的，他希望我交给你。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印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我一盏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我和君主一样，若我能抛开，都希望你自由快乐地活着。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此路迢迢，恐无归期。与君诀别，有负君心。
敢再投来生，只愿遥遥此生能再遇良人，平安喜乐。说话。说话。谢家瑜，明日大婚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再这么砸下去，这宫中就没几个瓶子了。如何，陛下下旨了吗？夏无夷判断的不错，安陆二世平反之后，百姓对北秦炮制冤案的愤慨，以及这20多年战乱的仇恨，已达鼎沸之势。北伐民心诚意，陛下已下旨同意北伐，令河源撰写北伐檄文。果然，什么都逃不出他的算计。李茂，今日我就算死也不嫁给你。这是何物？你不是想要在北伐之前抓住宫中所有北秦暗探吗？此物名为火棘梨，记载于火攻备要残卷。当年北秦急于杀害崔俊，就是为夺此物。我师父袁小六临终前，将此图纸交给我。他说：“火气一道，系于国运。”所以北秦暗探如果知道此物，哪怕有陷阱，也必定以命换之。那岂不是太好了？有此物，北伐定然能成了。不过此图纸我改过，所以你别让军械剑的人瞎造。要是炸死自己人，我可不负责。瑶瑶，你还是不信我？我信你，但我也得防着你。萧无一自恃聪明，把民心算进去，把你的野心也算进去。他以为自己算无一策，但其实就是个傻子。我拿自己的命等你，所以我是他最后的退路。我不敢赌。安茂，我不害你，但我也不会让你害他。我只想让你们两个都好好活着。好，那明日大婚便是抓到暗探的最佳时机。谢家瑜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明日大婚你是嫁还是不嫁？火棘里的图纸你给不给？若是你执意要与萧无一赴死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萧子期。你敢？报案！奴才在。带萧子期去大理寺，既然他姓萧，就让他早日与家人团圆吧。诺。李茂，你疯了！你连个孩子都不肯放过。姑留着他只是为了让你听话，但姑的耐心有限。太傅已死，萧家已败，现在除了姑对你的旧情，你已毫无依仗。别自视身高了，你只不过是姑的战利品。火棘里的图纸我给你，但是你要将萧子期和何元杰放走。好，大婚之前就放他们走。可以。你是何时发现我的？姑不曾发现，姑试探了每一个人，而只有你露出了马脚。火棘梨太重要了，如若冯安被发现，他的同谋只能以身犯险。其实我从第一次在阿茂身边看见你的时候，心中便觉得怪异。当初那个能跟长沙王同归于尽的烈性女子，你若是喝了她，你也一样会死。那就同归于尽。怎会在爱上一个人后，心甘情愿模仿他人，为人替身？你从一开始就是鹰王的人。我想应该不是，他一开始应该只是一个贤妻，扮作舞姬，在健康四处打探消息。长沙王谋逆，他发觉有变，为了自己不被牵连，所以才在兰台会上逃跑。没想到遇见了你，
阴差阳错进了静安王府。所以你一开始不是打算真的救下那些武姬，而是想要制造混乱，自己逃跑。人各有命，暗探行事，顾不得那么多。你将静安王府当作跳板来到姑的身边，一步一步能走到哪就走到哪，就因为你全无计划，所以没留下任何痕迹，甚至还故意安排了这冯安来姑身边，吸引了姑的注意。但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你既抓了冯安，为何还不放心？孤家寡人，古今如此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殿下，阿禅此生无怨亦无悔，只愿殿下珍重自身，得偿所愿。奉陛下旨意，月3日值黄道开兵，王师整饬，誓发北征。健康城内所有北秦暗探，全部祭齐。昨夜寅时，殷王派出斥候营，佯攻清溪、颍川、三沙。无疑呢？他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殷王能佯攻这3个地方，说明他已经开始相信无疑了。无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。鹰王诡诈，不能完全相信。我一定要他活着回来。哦，对了，昨夜有位故人回来，说有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，而且只能交给你。谁？慢点放。蔡少安，你怎么样？幸不辱命，找到了。正如你信中所说，不是矿石，乃是浆状之物。把火机离备好，我们现在就试。一定要小心，此物威力远超你想象。再危险也要试。古书中记载，火机里火势如山崩，火舌如电旋，决胜千里沃野。为了打赢这场仗，为了让无疑平安归来，再危险，我们也要一试。本王派出的3股斥候，按世子所画的舆图，果然全军覆没。看来，这舆图是真的。青龙偃月放了吗？本王言出必行，只要你跟我合作。这舆图有2处暗错，是我故意留下的。殿下若想合作，还需满足我一个条件。这就好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萧无一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要上京。我乃文熙太子，定要率我大业子民重归故都。萧无一啊，萧无一，你这个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？时至今日，殿下还有资格讨价还价吗？北秦小皇帝忌惮你，断粮草，派监军，又欲借李茂之手将你仅有的3万黑鹰军赶尽杀绝。如今利刃已架在殿下脖子上，殿下还有的选吗？我不会要殿下一兵一卒，我只要我大业一民。我能培养出1支北府兵，就能培养出第2支。届时你我联手攻破李茂大军，你便可一路南下，拿下建康，再挥师西进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殿下最想要的，不就是西周之地吗？殿下，殿下真要把上京给萧无一吗？这可是通敌叛国。殿下，这是在骗他。只要从他手中拿到完整的北京防略图，再把李茂的大军攻破，届时就可以把萧无一给
不过这个萧无一啊，太聪明了，他竟然一眼看穿，本王最想要的其实是西周。莫非他挖了什么坑，等着本王跳啊？殿下若一直担心萧无一，不如逼他彻底无路可走。殿下今日还病着？臣好了，臣接旨。乃夜郎子野心，觊觎我朝疆土，实乃国之大患。朕闻讯，恨不能即刻披甲上阵，与贼决一死战。遂命皇叔迎战，力阻陆养，夺回失地，以雪国耻。萧无一能用则用，不能用则杀。如果皇叔担心萧无一行死谏之计，朕有一法，可替皇叔释萧无一之心。